好，这一节课要来讲这个读取档案时加上这个存取权限。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像我们这种内部系统里面去上传的一些档案，通常我们是不会让外部使用者去读取它。什么是外部使用者呢？就是你没有登录的使用者，我不会让你存取这一个你内部系统上传的这个档案。那我内部系统上传的档案，基本上用我们上一节课教的这个方式，它就有一个这个 URL， 所以说今天就算我登出我没有权限的话，使用者如果知道这个网址，依然是可以读取这个网址。那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可能常常会听到说，有这个内部资料的外泄，就是可能你一些名单外泄。那这种通常都是为什么呢？就是它采用这样的做法，就是你内部资料上传上去，但是它是一个公开的路径位置。那公开的路径位置就有可能被人家档案扫描扫到，或者是 Google 其实也蛮厉害的，它很多爬虫哪天不小心就爬到这个网络位置，然后在网络上这样一搜， Google 就把你的这一个资料网址给列在这个排名上面，那人家就可以透过这个网址直接去存取你本来没有要给外面人看到的这一个内部档案。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读取档案加上权限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一个内部的档案改成说，如果你今天没有登录你的系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读取你上传的这一个内部档案。好，那我们今天这边就要来写了。那首先的话，我们要达成这件事情，就要去写一支程式。写什么程式呢？这支程式就是会去读你的这个档案，然后透过程式的方式再把档案吐出给使用者。那我们经过程式之后，就可以加上这个权限控管。也就是说，今天有权限我才吐档案给你，没有权限我就不吐档案给你。那这个是我们直接用这个网址是没办法做到这一个控管的机制，所以我们今天内部资料的档案是不能用网址的方式吐给使用者，要透过一支程式吐给使用者。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先来写这一支程式。那写这个程式是一个空白的 API 控制器，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写。那这边的话我就写一个 output 的 controller 程式。好，那这程式里面写什么呢？我这边直接先做一个复制。好，那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我程式写什么。一开始我就引用上一节课介绍的这个内建的 iFile Provider 的这一个服务。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面我只写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会先接收到使用者的一个 ID， 那这个 ID 就是未来我们找我们的图片档案的一个重要的依据。那如果 ID 是没有的话，我就会吐说找不到档案。那如果 ID 是存在的话，我就把 ID 加上 JPG， 因为我的这个图片的档名就是 ID 加 JPG， 然后跟这个 News2 的资料夹给他帮我做一下那个路径的组合，最后我这边就用这个服务去取到这个档案，然后就可以取出一个档案。那这边就可以来判断，利用这个东西来判断说档案存不存在。好，所以这样子我就很好的使用到了这个 iFile Provider 的这一个方法，然后来去判断说档案在不在。然后最后我要将档案输出的时候，这边又有提供一个方法可以去创造这一个串流档。那这里的话，它第一个要输出档案的第一个就是要这个串流档，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档案的格式。那这个档案它还有很多种23种的写法，那其中一种写法就是这边直接打路径，但是这个只限定于在你专案内的这个路径。如果你今天是专案外，也就是我今天底下的 KCG upload 它是没办法直接打路径的，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把档案吐出给使用者。所以我们今天用的这个东西就可以很清楚的去取得档案，然后顺便利用它的方法判断存不存在，然后再把它转成串流，符合这一个档案输出的一个格式。那所以说它其实有很多好用的功用，所以当你有频繁有档案处理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去依赖注入这一个内建的 iFile Provider 的这一个服务。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一支我们刚写好的这一支存取档案的 API 能不能作用。好，那这一支 API 的它的网址要怎么打呢？基本上就是很简单，先 API 然后 output， 然后我里面有个方法就是 ID， 所以我后面会有 ID 等于这个东西。那我先乱打哦，它就会找不到档案，因为我找不到那一张图片哦，它就会进入这一个条件式里面，然后吐回说找不到档案。那要怎么找得到档案呢？我们这边就call一个找得到档案的 ID， 我们就把它贴上去，有没有看到？就吐出了对应的这张图片，代表说我们今天这个吐出档案的这个程式哦，没有写错，是可以正常的运作。好，那接着之后，这边怎么还有图片呢？因为我们记得啊，刚上一次我们已经有设了一个静态路径，那这个静态路径会被外部的人直接存取，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内部的系统上传的档案，就不能使用这样的方式去存取档案，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取消，然后再来看一下。好，都已经不见了。那当然不见了，我们今天要把它复原。复原就是我们去这一个图片位置的路径，我们要改成刚刚写的那一支程式的路径。那路径就是这样子 ，API output， 然后 ID 是等于 news ID， 然后就会去找到那一张图片。好，那我们这样放上去看看图片能不能正常的显示出来。好，有没有看到图片都显示出来了？代表我们这整个设定都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我们今天这一节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这个网址，好，现在是读得到的。那我登出之后，看看还能不能读得到。我现在按重新整理，有没有看到？被踢回了这一个首页。那为什么会被踢回首页呢？因为今天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有在这个 program 这边设定一个设定，就是如果就是所有的这一个进入 controller 都要经过身份验证，不然就会被踢回 login 的页面。好，那所以说当然我们刚刚写的这个吐出档案的这一支 controller API 同样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当我们没有登录的时候，进来这一支就会直接被踢回首页，然后就达成我们今天要的目的，就是当使用者没有登录的时候，就没办法存取里面的内部档案。那所以说今天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达到说我内部上传档案的权限控管。那这个算是蛮重要的，可能很多新手都会很自然的使用我们上一节课的教法去做档案的存取，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内部系统，存取档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权限控管，不然哪天外流就是你写的这个系统。好，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一个在读取档案上面加上存取权限，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